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过什么中奖的经历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，让我羡慕一下。毕竟我是连抢红包都没有拿到过手气最佳的人。其实说起幸运，我们总会联想到中彩票这种喜从天降的大好事。在2003年，克罗地亚就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中了650万的大奖，媒体们把他称作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可没想到这一称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原来在中彩票之前，这位老人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而且不只是一次，是整整7次。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是天生神力，还是真有7条命呢？反正我相信各位在看完后绝对会转发这个老头，保佑自己一生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世界上最幸运的倒霉人。弗兰克·塞拉克就是今天的主人公。他出生于1929年，是克罗地亚的一名音乐教师。本以为自己会过上教书育人的安稳日子，但死神好像并不答应，偏偏对弗兰克情有独钟。那么，死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他的呢？1962年1月，这是弗兰克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当时他正乘坐火车前往杜布罗夫尼克，由于天气寒冷，河流都开始结冰了。弗兰克正欣赏着窗外的景色。突然间，火车脱轨冲进了河里，这一事故损失惨重，一整个车厢里面有17名乘客都遇难了，只有弗兰克，他拼尽全力游到岸边幸存了下来。不过他也不是完好无损，一条手臂骨折，外加身上还有几处淤伤，但比起同一节车厢的别的乘客，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离谱的是，弗兰克都还没有从死里逃生的阴影中恢复过来，他又出事了。就在第2年，弗兰克在达鲁瓦尔学校工作，而远在家乡的母亲身体很不好，需要他赶紧回家。可是最早的航班早就没票了，于是他向航空公司解释了母亲的身体状况，希望他们能想办法给自己一个位置。没想到弗兰克的真诚最终打动了航空公司，他们特许弗兰克乘坐最早的一趟航班。殊不知，这是弗兰克第一次坐飞机，也成为了最后一次，因为倒霉的他又差点被死神带走。根据弗兰克的回忆他的座位是飞机尾部，附近就是紧急出口和空姐打理的餐台。在事发时，自己正一边喝茶一边与空姐聊天，可没想到正在这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飞机撞上了山坡，机舱门破裂，大部分乘客都被甩出了客舱，包括弗兰克。很快飞机就坠毁了，大约有20名乘客死亡，剩下奄奄一息的弗兰克。后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才醒了过来。医生告诉弗兰克，他从800米的高空坠落，全身都没骨折，简直是奇迹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恰好掉在了干草堆里面，所以得到了缓冲。第一次坐飞机就遇到了飞机失事，吓得弗兰克再也不敢坐飞机了。得知他2次死里逃生的遭遇后，许多朋友都怀疑他是不是中邪了，怎么会这么的倒霉？但反过来想想，他都能在飞机坠毁、火车脱轨中活下来，也算是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了吧？然而，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？1966年，也就是飞机失事3年后，弗兰克又出事了。他乘坐的公交车不慎打滑，冲进了河里，最终导致了4名乘客死亡。而弗兰克用尽全身力气游到了岸边，只留下了轻微的淤伤，幸存了下来。1970年，弗兰克正在开车，可汽车突然着火，好在他反应快，在油箱爆炸前跳下了车，又一次捡回了一条命。1973年，在另一起交通事故中，汽车燃油泵出现了故障。燃油泄露到了发动机里面，导致了火焰从通风口喷出，弗兰克的头发全部被烧光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他并没有其他地方受伤。后来弗兰克的生活一直很平静，他很庆幸，看来这一次自己的厄运已经翻篇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沉寂了22年的死神又出来作妖了。1995年，弗兰克在萨格勒布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，好在不是很严重，受了点轻伤。1996年，弗兰克准备前往卡尔洛巴格，然而在一条蜿蜒的道路上，汽车急转弯，差点又撞上了一辆卡车。情急之下，弗兰克为了避让卡车，不小心冲出了护栏，连人带车掉进了150米的深渊。与此同时，弗兰克的车门突然打开，他因为没系安全带，直接从车里面跳了出去，随手抓住了一棵树枝，勉强才把自己挂在了树上。就这样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汽车继续跌落山谷，燃起大火。后来伤痕累累的弗兰克终于被消防员安全救起。每次回想起来，他仍然觉得脊背发凉。自从弗兰克的故事传开之后，大部分朋友都不愿意再和他一起出行，甚至和他断绝了来往，生怕沾染厄运。弗兰克的一位邻居甚至直接搬家，他直言不讳，我永远都不会和弗兰克乘坐同一班火车或者航班，也不会住在同一社区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弗兰克都开始怀疑自己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。不过患难见真情，还是有几个朋友始终陪伴在他左右，于是他很是感激，也慢慢的振作了起来。不夸张地说，弗兰克可能是世界上接近死神次数最多的人。他确实很倒霉，差点死了7次。可反过来想，他也是足够幸运的，能够逃生7次。况且他整个人也比较乐观，
这些经历也让他明白，好好陪伴家人，享受当下生活是有多么的重要。俗话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句话在弗兰克身上再适合不过了，因为在2002年6月，73岁的弗兰克买彩票意外中了大奖，奖金折合人民币大约有650万。突如其来的好运让弗兰克不知所措，媒体也开始大肆报道他的过去经历。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终于转运了。在中奖后，弗兰克先是换了一所大房子，然后又在当地建造了一座教堂。他坦言自己没有什么商业头脑，平时的养老金也完全够用，这么多奖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花，这就有点凡尔赛了。不过据说他后来一共给家人朋友们买了25辆车，还资助了好几个管弦乐队。与此同时，在媒体的追波逐澜下，弗兰克的故事彻底火向国际。他还被邀请到澳大利亚拍摄某个薯片广告，剧情就是他当年飞机失事的还原。本来广告商的设想就是弗兰克要来一场情景重现，但被无情的拒绝了。后来广告商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了一架直升机，让弗兰克从上面跳下来，掉到干草堆里。为此，弗兰克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也没少被记者骚扰，还声称有记者为了采访自己，甚至爬上了屋顶。2014年5月1日，一部以弗兰克故事为原型的动画在网上传播，标题为《世界上最幸运的倒霉蛋》，时长不到3分钟，目前为止共有300多万的播放。不过弗兰克本人为此并不买账，他讨厌这些美国人给自己画上胡子，还认为对方应该给自己支付1000美金。他还声称自己会请律师告他们，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。弗兰克大肆宣传个人传奇经历的同时，网络上也多了不少质疑他的声音。首先最让人关注的就是惊险刺激的飞机坠毁事故。网友们发现，按照弗兰克描述的信息，网络上根本就没有这次飞机失事的新闻，也包括了火车脱轨事故。照理来说，这么重大的事件是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报道的，更何况弗兰克还是所谓的唯一的幸存者，新闻媒体根本就没有理由不去报道。其次，还出现了不同故事版本。关于弗兰克第一次事故的描述，有人说是1957年，不仅是时间混淆，还有人坚称是发生在公共汽车上，而不是在火车上。到底哪个版本才是对的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最后一点就是弗兰克本人说过的话，经常会前后不一致。比如他在一次采访当中说自己是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大奖，可明明在这之前，弗兰克在别的采访中就透露过自己一直在玩彩票，而且已经坚持了很多年，是那种不中奖就不会罢休的程度。那么各位觉得弗兰克的故事到底真实性有多少呢？当然这并不是在指责弗兰克说谎，因为有部分媒体人为了博眼球，确实喜欢夸大故事的细节。可能弗兰克的事迹本来就是真真假假，再加上媒体的添油加醋，结果以讹传讹，同一个故事出现了7、8个不同的版本。不管怎么说，除了中彩票之外，弗兰克的其他故事的真实性都有待商榷。因为中了大奖，他才一举成名，但他可能并不满足。再加上媒体们的推波助澜，弗兰克除了幸运彩民的头衔之外，还给自己安排了另外的人设，就是一个被死神追杀的男人。我们常说猫有9条命，弗兰克只比他少了2条。在他的故事里，他经历了7次死里逃生都能活下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恐怕他早就被拉去做研究了吧。不过媒体们也偏爱这种反转又反转的故事，毕竟谁不想知道厄运与好运纠缠的人生到底有多么的惊险刺激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弗兰克是最幸运的人还是最倒霉的人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，外加转发这个幸运老头的故事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